说实话，进山之前我已经做好了身居草屋的准备。混年幼时，这里的确是草屋。自他用了老酒的身份后，这里便慢慢变了样子。说着，拉着洛九离进了屋内。众人吃了晚饭，萧明玄破天荒的让所有随行之人不必守夜，也不必随侍，全部回去补觉。想想也是，秉行谷内才是最安全的。夜晚圆月当空，微风徐徐。今日是15。走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去哪里？萧明玄薄唇轻抿，幽沉的黑眸里情绪涌动，俯身在他耳边耳语了2句。不待他反应过来，直接飞出了院子。春荣吓了一跳，忙去找南星和南竹保护2位主子。南星一听，抬脚就要往外走。你去干嘛？保护王妃？哎呀，我的好姐妹啊，你快开窍吧！王爷为何让所有人今晚不必守夜，不必随侍？为何？南竹轻咳了一声，见他是真傻，遂把2个大拇指往一起一碰。明白了吗？一旁的春荣俏脸一红，显然是明白了。男性面无表情，返回了床上，显然也是明白了。哎，简直让我操碎了心啊！也不知道他是为谁操碎了心，也许是为了2位主子的幸福。不过此时他的2位主子正落在一处清澈见底、水汽升腾的温池泉旁。哇，好漂亮！萧明玄宠溺地看着她，特别是在光影中的她，如仙子般撞入他的眼中来。既然漂亮，何不近距离观察？说着，摸上了腰间的腰带。哎，如果衣服湿了，夫君是不是用内力就能烘干？萧明玄愣了一下，没有反应过来他为何问这句话，但下意识地点了点头。洛九离一听，纵身跃入了温泉池水中。哇，这温泉水真不错，舒服得很。真的那么舒服啊？比我的怀抱还要舒服吗？他话音一落，已经扑通一声跳了进来。他慢慢的闭上了眼睛，依靠在他的胸前。萧明玄低头看他舒服的合着眼，眼睛里带着点笑意。这叫神井丹池，师傅说能舒筋通络，消除疲惫。这半年多来还从没有如此放松过。从刚穿进来的拼死搏杀，到回到京城里的那些阴谋算计，在此刻终于都远去了，只有这难得的温暖泉水和片刻的宁静。丽儿，再等等。夫君。困了吗？他的本意可不是来让他睡觉的，可是看着他慵慵懒懒猫一样的困倦模样，到底还是一忍再忍。洛九离自然感受到了他的某种迫不及待，闭着眼的嘴角微微勾起。衣服粘在身上不舒服。萧明玄一听，眼神顿时就迷离了起来。他的媳妇儿果然还是体恤他的，几乎是须臾，2套湿漉漉的衣服就被丢到了岸边。洛九离好气又好笑，这个男人心跳已经渐渐失了频率。萧明玄感受着唇边的滑腻，再也忍不住，也不想再忍，深深的埋下手去。他身上的香气也更清晰地传了过来，在这温热的水汽中，是人世间最动人的香，诱着他的人牵着他的心。头顶上一线线的月光洒下来，水声潺潺，水汽腾腾，2个人相拥在温泉水里，2颗心也前所未有的贴近，似乎能够听到彼此的心跳声。很久很久，直到1个时辰后，萧明玄，这里你已经洗了好几遍了。萧明玄大手揽过他的腰肢，双目深邃，微低了些头，看着他那双警惕的双眼，唇边露出一抹温柔的笑容，眸中有流光回转，如同盛满了整个春季的鲜花色彩和所有波光湖色的双眸，只把洛九离的双眼都看直了。萧明玄看向他的双唇，轻轻吻了上去，这吻温柔缠绵，2个人的舌尖似嬉戏般追逐缠绕。在意识迷失之际，洛九离心间微叹，这个臭男人竟然对他用美人计。又不知过了多久，直到他浑身无力，猫儿般的靠在他的胸前，连出浴擦身和穿衣全都是萧明玄全权代劳。被放在柔软的床榻上时，他还呢喃地唤了声夫君，感受到熟悉的气息包围了他时，他才一语停止，睡着了。夫人，您醒了。夫人饿了吗？洗漱之后就可以用膳了。公子命人备了1桌膳食，就等着夫人醒呢。什么时辰了？刚到4时。公子命我们不许打扰夫人，让夫人好好睡一觉，把精神气儿都补回来。春荣啊，你最近是不是和男主要好？怎么了？难怪，小丫头你也学坏了。说着起身下床，春荣缩着脖子吐了下舌头，上前服侍洛九离洗漱。公子呢？公子在书房。夫人是先用膳，还是让南竹他们去请公子过来？不必了，我去找他。与此同时，院内一身玄衣青袍的萧明玄从外面走了过来。洛九离一看他那精神抖擞的样子，心里暗叹不公平啊！昨夜2个人都费了大半天的体力，怎么他一觉睡到大中午，这会儿子还能觉得身体酸痛，而他却能大早上起来看书练剑？干嘛这副表情啊？不是，就是感觉自己起得太晚了。第1天禁锢，你也不说把我叫醒。萧明玄忍着笑意，丝毫没有表现出来。昨晚他是真没忍住，百般折腾了他一回，自然要让他休息好了。先去吃饭，吃了饭休整一下，我带你进山。进山？乖，
先吃饭，带你去了，你便知道了。他这一声乖，拉着长长的尾音，还带着一丝娇宠，让洛九离浑身鸡皮疙瘩直冒。洛九离是真的饿了，看着桌上新鲜出锅的佳肴，色香味俱全，让他食指大动。萧明玄坐在他旁边，给他盛了碗鱼汤，又时不时给他布些清口小菜。洛九离只负责吃，吃得从容优雅；萧明玄只负责布菜，布的那叫个轻车熟路，得心应手。那真的是我大师兄。大师兄不是清冷高贵吗？不是杀人如麻、冷酷无情、不苟言笑吗？怎的如今……别看了，快吃！别光顾着我，你也多吃点。你也吃。洛九离浅笑，一顿早饭吃得静谧和谐。这是神策军七营。这就是神策军。这时，一道身影掠到了他的面前。属下参见主上。洛九离，本王唯一的王妃。那悍将目光只虚虚看了眼洛九离，便低头抱拳行礼。神策军主将霍刀参见王妃。霍将军请起。显然那霍刀也有些意外，洛九离不但没有怕他，竟然连声音都稳稳重重，还带着一丝凛然，完全没有那种菟丝花柔弱娇女的模样。走吧，过去看看。主上带王妃回谷，参见主上，参见王妃。萧明玄虚脱了下右手，面容依旧冷峻，目光冷冷，一句话也没有说。但是所有人似乎都习惯了他的冷漠，站了起来，心头都兴奋不已。继续训练。霍刀锵的一声，又敲了一下鼓点，接着训练场又传来了各种搏斗声。主上请，王妃请。霍刀恭恭敬敬，他虽是悍将，但不是莽夫。主上这么多年都没有带回一个女人，如今却突然带来了一个王妃，这说明什么？王妃不但得主上真心，恐怕连主上真正的身份都知道吧。霍刀，给神策左卫传话，晚间出墓来见本王。是。霍刀接了令，转身快步出了主屋。夫君刚才那话是什么意思？晚间出墓？萧明玄一笑，拉着他走到沙盘边。这是整个峡谷的地理位置，神策军七营在峡谷正前，中间位置是骁骑右卫。骁骑右卫后侧方的山上有一处大墓，神策左卫的人便在墓中铸造兵器。那得多大的墓啊？不小，两位七营建立起来的所需银两都是从墓里拿的。你盗墓？盗什么墓呀？是之前发了山洪，那墓便露了出来，那时也正赶上见两位七营少了银子。好好说话，别动手动脚的。他又不是傻子，那大墓虽然不小，但养兵马本就是吃银子，那墓里的金银恐怕杯水车薪。关于大墓这件事儿，就这么接过去了。夫君很信任那位霍刀将军。当年我救下他后，他便歃血立过重誓，要誓死追随于我。这神策军七营也是他一手带起来的。我夫君看人的眼光甚好，那霍刀看着像是个粗人，其实有勇有谋，心思缜密。夫人还会相面之术？什么相面术？夫君身边向来没有女人，这突然带着我回谷，恐怕这会儿在外面，你的那些兵肯定都有不同的声音。也许在他们看来，柔弱的女人只能给夫君暖被窝，当不得让他们都郑重拜见，承认我王妃的地位。但这个霍刀由始至终没有对我表现出任何不敬，更没有认为我这个女人会成为你的拖累。如若换成旁人，比如会为了某种所谓的助力来考验我吧。我的女人谁也没有资格去考验。陈阳脚步一顿，心里叹气，主上这话恐怕就是说给他听的，毕竟他曾经为了大祭司的那个预言那样阻拦过主上娶王妃，何况他以为王妃只是个菟丝花，谁曾想到王妃会有如此本事。他现在真是后悔当初错把珍珠当榆木，还好主上与王妃情比金坚。主上，王妃有事儿。骁骑右卫刚从山上下来，想见一见主上和王妃。萧明玄并未答话，扭头看向一旁的洛九离。我没意见，听夫君的。走，以后神策左卫、骁骑右卫、神策军七营的将士都将臣服于你，你也会是他们的主子。他希望哪怕没有他的命令，那些将士当听到他遇到危险时，也会毫不犹豫地向他奔去。夫君这是打算奴役我呀？萧明玄一听，略带气闷地咬了一下他的嘴唇。门口的陈央赶忙低头。怎么能叫奴役？左右你也有那些惊世才能，默默送给我，倒不如一鸣惊人。这样的话，你既收服了我的心，也降服了我的那些手下，何乐而不为呢？要不我送一份大礼给他们？甚好，传令下去，今晚在训练场篝火烤肉，慰劳众将士。是。说着便转身退了出去。这是萧明玄第一次清清楚楚见他毫不避讳的凭空取物，心里震惊。洛九离一抬头见他看着自己，不禁失笑。傻了，你还要做那个炸药吗？夫君不是让我一鸣惊人吗？这东西足够惊人，怎么夫君不喜欢吗？要不我下点毒药，把你的这些将士们全都毒晕，让他们知道人心险恶，或者是我用王水给他们表演一个画师画骨。还是炸药吧，足够惊人，这次威力不必太大，足够震慑他们就行了。威力太大，恐怕这山谷都得让他炸平了。洛九离手下一顿，震慑他的属下，他还这样高兴，摇头笑了笑，没再说什么。
夜幕很快降临，训练场外面平地上燃起了火堆，一时间肉香扑鼻。当萧明玄拉着洛九离出现在众将士面前时，这女人就是主上带回来的王妃？什么王妃？我们军中什么时候有女人了？就是啊，女人就该好好待在家里相夫教子，出来抛头露面，成何体统啊！你们几个是真不怕死吗？没听陈统领说的，这位可是王妃，主上的夫人。我们忠心的是主上，就算她是王妃又如何？能带领我们上阵杀敌吗？萧明玄脸色沉沉，抬脚就要走过去。哎，你看陈央。只见陈央摸了摸鼻子，悻悻地朝着二人笑了一下。既然主上想要给王妃立威，这个忙他得帮。萧明玄朝着他冷冷一笑，这小子就是个唯恐天下不乱的主。陈统领，这就是你骁骑营将士说出来的话，胆敢妄议主上和王妃。这个霍将军，霍将军没事，先让他们说完。底下的将士见洛九离都没有什么反应，反而笑脸盈盈地望着他们，顿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。说完了，好，既然你们说完了，那就换我说了。你们唤我一声王妃，无非就是看在我是王妃的身份上，看在是你们主上的女人的份上，所以在你们看来，既是王妃，便只能成为主上的助力，不能成为主上的弱点。但你们又可知我所拥有的能力？洛九离说着，拿出小罐子。男主，前面那个小土丘太碍眼，炸平了。是，王妃。脚尖轻点，腾空而起，稳稳地落在了100米外的小土丘边上。随即拿出火折子，点燃导火索，男主急急飞身后退了回来。随后只听平地一声巨响，以小土丘为中心，周围土块碎石纷飞，尘土飞扬。众将士此刻犹如木雕般呆愣在原地。这是王妃制造的秘密武器，而且还只是威力一般而已。威力一般就炸掉了一个土丘，如若威力巨大的，那会不会……神策左卫，骁骑右卫，神策军七营拜见王妃。这气势惊人的2位七营，就这么没有半点不服的臣服于他。起。是。就在这时，4个中年男人几乎是同时大步流星走了过来。末将郭浩，末将郭岩，末将薛斐，末将杨丰一，参见主上，参见王妃。免了。4人垂手，没一个看向自家主上，齐刷刷的把目光全部都看向了洛九离，就像是看着绝世宝贝一样。王妃，我们4人都是神策左卫的正副统领，也是军将手艺人，熟知兵器的锻造。王妃，刚才那武器是什么东西啊？威力如此巨大。王妃，如若把刚才那件武器用到战场上，那咱们的军队将所向披靡。王妃，这是末将锻造的宝刀，砍铜剁铁，刀口不卷，吹毛得过，杀人不见血，请王妃笑纳。那大刀别说他耍，就是提都提不起来。这种场合他该怎么说？郭浩，王妃习惯于使用暗器。到底是萧明玄一句话，既不伤了郭浩的面子，就把刀退了回去。难道王妃不会武功？关于这样武器，萧明玄看了洛九离一眼，洛九离没有说话，只是点了点头。你们跟着进来吧。说着，拉着洛九离先一步进了主帐，一行4人加上陈央、霍刀也跟着走了进去。有什么话问吧。王妃，刚才那武器叫什么？炸药。王妃，如若把这炸药用在战场上，那神策军将会减少更多的人员伤亡。洛九离看了一眼萧明玄，炸药制作繁复复杂，咱们在谷内无法逗留时间太长，何况还要找齐3种材料，恐怕……主上，王妃都需要哪3种材料？末将派人去找。这3种越多越好。纸上正是黄牙、地霜和木炭。老刀，你组织将士伐木烧炭。郭岩、郭浩，你们带人连夜出谷去阳泉沟买黄牙。我和薛飞带人进山开采地霜。萧明玄淡然自若，他的兵他给足了权力，让他们自己去做事，而他要的只是结果。杨统领说什么？谷内有地霜？回王妃话，正是谷里最深处山上就有地霜矿。明日一早，末将就带人进山开采。阳泉沟有个专卖黄牙的铺子，出谷走上1日，起码半日就能到，来回行程最多2日。这可真是瞌睡了都有人送枕头。你们去吧，所有东西备齐，派人去隐星谷传话。是。洛九离见那6人离开，忍不住转头看了他一眼。为何这样看我？我在想，夫君若无些真本事，大概也无法让这些人心甘情愿臣服听命吧。可现在我想让手下将士都臣服于你。他要他与他并肩，可他不落后于他半步，要他日后凤翼天下。洛九离不知他心中所想，来允心谷，他最终的目的还是要见一见他的师父灵虚子。主上，王妃，这些黄牙质量可是上乘。洛九离走过去看一看那一车的黄牙，黄牙纯度很高，辛苦你们兄弟了。洛九离又看了看硝石，也就是这个时代的地霜。不过这一车地霜乃是半生矿，里面的杂质很多，需要进行提纯。王妃，怎样提纯？对，王妃只管说，我们按照王妃说的做。洛九离点了点头，把提纯地霜的方法告诉了杨丰一几人。你就这样把火药的制作工艺交给了他们，心里是不是也曾纠结过？你怎么知道我纠结过？
我能感知到你的任何情绪，高兴、难过、喜悦、忐忑。何况你曾经不是说过吗？火药这东西制作不难，材料也不是特别难以寻找，但它本身却是好坏参半。用得好了，开山裂石；但若是用火药来打仗，那么它就是大杀器。不知道会有多少人死在火药之下，且大多都是尸骨不全的那种。你记得倒是挺清楚。那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：兵者不祥之器，圣人不得已而用之。连圣人都有举起屠刀的时候，我又需要在意什么？当然，我也不是圣人。来到这个世界时，偶尔我也会感到心中不安或是迷茫，但自从遇到你，我的心态却也逐渐在向这个世界转变。人命什么的已经不再那么让我在意了，因为即便我不制造火药出来，那些征战沙场的人死的还少吗？虽然我更希望能不费一兵一卒就拿下东周，但东周的武帝肯吗？他的那些儿孙不得拼命？那武帝可是个好勇斗狠之人，更是个野心勃勃之人，但他缺乏仁慈，没有悲天悯人的情怀，不是一个好的当权者。他私下打听过东周这些年的近况，自武帝继位后，便大量残杀那些战功卓越、位高权重的将军和世家，只因那些人曾经效忠，甚至只是为萧明玄的父皇圣文皇说过几句好话，就被斩杀。那武帝更是每一年都举行选妃，处处抢掠良家美人，更不用说横征暴敛，东周各地冤案频起了。一将功成万骨枯，想要做到高位，想要手握权力，想要东周百姓安居乐业、盛世太平，王爷，我支持你。我萧明玄是上辈子积了什么德，才能娶到个这么厉害又与我心意相通的夫人？所以啊，以后你要对夫人我好点，我可不是那么大度的女人。我帮你助你，是因为你是我爱的男人。但如果哪天我的男人再沾上别的女人，什么剁手挖舌的，太费事儿，我会直接……洛九离趴在他身上，目光轻飘飘的瞟了一眼他腰下，必断其根。我记住了，必定至死都不会让你有动刀的机会的。说着，一个翻身把他压在了自己身上，抬头吻了上去。主上，王妃，何事？这是我们4人这些日子研究出来的，请主上王妃过目。拿来，我看看。洛九离伸出手，萧明玄拿过来，放入他手心，里面是炸药。王妃英明，这里就是炸药。你们实验过了吗？因为成功了，才敢呈给主上和王妃看，只是还没有名字，请主上和王妃给这东西赐个名字。夫君，这名字交与夫人，毕竟那炸药是夫人提供的。也好，火霹雳。得嘞，谢王妃。这几日你们都辛苦了，放你们一天假回去休息。是，谢主上。这几日虽然累，但他们累得值。想不到夫君手下的这4人当真名不虚传，待功成名就之日，定要为他们好好赏赐一番。二人这正说着话，院外叶普小旋风一样的跑了过来。师兄，师傅出关了，师傅出关了！屋里2人同时站起身。你说什么？师傅出关？现在在哪儿？我刚才按例去后山送果子，师傅从洞里传话，让师兄和嫂子马上前去。快，咱们马上去！萧明玄拉起洛九离的手，快步走出了院子。后山的山洞外，萧明玄和洛九离刚刚走近。进来吧，走。萧明玄紧紧拉着他的手，走进了洞内。徒儿拜见师傅。而洛九离抬头看去时，脑子轰鸣一声，双眼顿时瞪大。院长爷爷，没错，萧明玄的师傅，这个世界的仙医灵虚子，竟然与他前世小考古的爷爷，他最敬重的院长爷爷长得一模一样。丫头，欢迎回来。跪在地上的萧明玄心里扑通一下，鲜少不喜于色不怒于行的他，也被洛九离的那一声院长爷爷和师傅的那声欢迎回来惊愕不已。这声音也一样，前世院长爷爷也称呼我丫头，怎么回事？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师傅，这到底……你先起来，关于这件事儿，还要从皇城乱那日开始讲起。正在练武场的陈央听到叶普来报师傅出关了，便翻身上了马。你说大祭司出关了？是。叶普点头，正要告诉他们师傅召见了大师兄和嫂子，可是话还没开口，眨眼的功夫2人便不见了踪影。叶普不明白，每次师傅出关，这些人也没有像今日这样，怎么一个个发了疯了一样。霍刀和杨丰一听到大祭司出关，也是脸上止不住的兴奋。大祭司出关是不是就能剑指东周，宰了武帝那个老贼？是，主上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，我们终于有用武之地了。将士们，操练，练不死就往死里练。杀！洛九离还有些不能消化刚刚灵虚子的所言。原来东周皇城大乱那日，灵虚子在赶回皇城的路上被问天宫的同门之人暗杀。当然那个时候他还不叫灵虚子，叫商止，东周前大祭司。好不容易摆脱暗杀，集结返回皇城后，宫门已破，先皇和先皇后甚至宫妃皇子公主无一生还。要不是有一个宫人拼死抱出了尚在襁褓中的萧明玄，又幸运的被他遇到，恐怕圣文皇一脉就真的后继无人了。那时武帝的煞星将亮，东周易主，他已经无力回天改命了，只能
抱着尚在襁褓中的萧明玄离开了东周，引入了长宁王朝雾灵山脉的陨星谷内。在陨星谷内，他推演天算，算出长宁王朝一国公府嫡次女，也就是洛九离，乃是紫薇星女命格。为了不被东周武帝和问天宫的人发现，引来杀身之祸，他便提取洛九离异魂石，放逐异世历练，待历练完结再回到本体。原来这都是他自己的人生。所以我不是无父无母的孤儿，我的父母真的就是一国公夫妇。是。那这枚古戒也是您送过去的？你6岁时本有一劫，这枚古戒是本道送给你固魂所用，亦是引魂所用。难怪。那个世界的小考古和叔叔阿姨都是真实的吗？包括院长爷爷？都是。那为何您与那个世界的不一样？这个问题有点冒昧，您如果不想回答，无碍。我2次窥探天机，送你去异世，为他遮掩命盘，遭遇反噬，所以才频繁闭关。师父，无碍无碍，你父皇对我有知遇之恩，我却没能及早探查到武帝的野心，让他篡权夺位，问天宫易主，那么多人因此丧命，本就是我之错。师父，这不是您的错，皇朝更迭并不是一人所为啊。你能如此想，师父心甚慰。可若不如此，祭祀殿的6人试盘定会查到你的下落。何况为你借了小九的身份这件事儿，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。长爷爷，不，师父。你们既是夫妻，便随了他的称呼。是，师父。我想知道夫君所中咒术之事，师父也没有办法解开吗？一旁，萧明玄听到他提起咒术，自己都觉得恍如隔世。自从与他相识这近1年来，他的咒术竟然鲜少发作，尤其是在与洛九离成婚后，他几乎从未发作过。也不知是他在身边的缘故，还是他的血的缘故。你在异世不是学过吗？故天将降大任，必先苦其心志。那咒术是对他的考验，也是对你的考验。去往东周后，如若看到持着这块玉佩的人找你，大可相信他会帮助你的。师父，持着玉佩的是什么人呢？去吧，去了你们自会见到他。师父，那您呢？不是出关吗？我自有事要做。你们此行东周，形势险恶，千万小心，尤其记住要彼此信任。谨遵师父教诲。萧明玄拉着洛九离跪地磕头，随即起身退了出去。师父，这是？萧明玄满脸悲怆，双膝跪地。民间有言，天机不可泄，而泄之有害于命理。那师父，师父，待我斩杀武帝，行掌东周天下大权，以上父之礼迎接师父回宫。石门之内，灵虚子静坐石台之上，淡淡一笑，慢慢闭上了眼。与此同时，东周境内临近晋城。夫人，一到晋城境内，不用太赶，我们边走边看看风景。再比一程，如何？跑了一路，我怕你累着。不累，来吧。洛九离双脚一踢马腹，缰绳一甩，两人几乎同时策马飞奔了出去。马不停蹄地跑了半个时辰，抵达前面不远处的一座小镇上，一黑一白2道身影慢慢停了下来。夫人骑术精湛，为夫望尘莫及。洛九离愉悦轻笑，虽然知道他是在睁眼说瞎话，但心情还是不错。马匹渐渐靠近城池，路上行人渐多，被两人甩在身后的4侍卫此时也跟了上来。晋城地处偏南，是去往东周上京的要道，也是士农工商各路人马的聚集之地。萧明玄边走边淡淡闲聊，给洛九离介绍着这里的情况。走吧，你不是一直想见这个人吗？洛九离没说话，心里已经明白，他就是那狼首的幕后主人。客人要衣服，请随小的来，请。黎墨参见主上，拜见王妃。他的身后，其他黑衣高手皆肃穆庄严地跪在地上。免了，夫人坐。院中众人站起身，暗卫相继隐身，护在院子周围。命人准备午膳，半个时辰之后送过来。是。夫人，这是司黎墨，银月楼楼主，兵器铺和范英楼的东家，主要负责东周的情报。洛九离眉眼微动，这个文弱书生竟然是隐月楼的楼主，那长宁王朝京城的兵器铺和范英楼竟然也是他的。隐月楼名为楼，用洛九离的理解，其实就是大型的集团公司，涵盖了吃穿住用行各个行业。隐月楼的财富堪比国库，没想到这司黎墨还要跪拜萧明玄，说明萧明玄才是隐月楼幕后的主子。黎墨，这是本王的妻子，无论是长宁王朝的九王，还是东周的殿下，她都是本王唯一的妻，也是你此生第2个需要效忠的人。属下司黎墨，甘愿效忠女主子。不必多礼。本王跟夫人会在这里休息一晚，你稍后把手里的事务都整理一下，晚间本王去你的书房谈。是。司黎墨领命，转身离开。这个司黎墨身份应该不只是隐月楼楼主那么简单吧？
夫人怎么看出来的？其实只是我的猜测，觉得司离墨很特别。身为隐月楼的楼主，无论是外在形象还是风格气质，不像寻常的属下，看起来平和淡然，可偏偏浑身的书卷气又掩不住骨子里的骄傲和无情。何况他年纪轻轻，能掌舵隐月楼，这种能力可不是一日两日就能培养出来的。果然。不愧是我的夫人，心思缜密，条理清晰。司离墨的确还有另一个身份，他本是东周晋城大家族司家的大公子，只是他母亲在生他后被害而亡，1年不到，他父亲便另娶续弦，2年不到，他便多了一个同父异母的兄弟。后面故事不用我说，夫人这么聪明，应该能猜到吧？唉，氏族大家后宅龌龊阴谋层出不穷，他母亲被害，恐怕不仅仅是食物中毒而死那么简单吧？何况有后娘必有后爹，想必他那继母必定心如蛇蝎，手段毒辣吧？我就说夫人聪明，他母亲是被人下毒害死的，而害死他母亲的人正是他的父亲。至于他那个继母与上京王家有姻亲关系，那继母是毒辣了点儿，不过可惜他遇到了本王。我不但救了濒死的司离墨，让他在那司家保住了他大公子的位置，还教他学会如何步步筹谋，如何与他那继母缠斗下去。所以司离墨发下毒誓，誓死追随于我。为救司离墨，夫君与司家为敌，那司家看来很得夫君看重。当年武帝谋反，司家可是投入了大量的真金白银。这件事司离墨知道吗？知道，所以我让他利用司家之便为我办事，把司家大公子的身份发挥到极致。司离墨的事儿，洛九黎大体已经了解了。总之一句话，若不是他自愿臣服，没有人能逼迫他与家族对抗。很快，午膳被端了上来，没有什么大鱼大肉、山珍海味，都是本地的特色吃食。2个人还是一如既往，也不需要别人近身伺候，恩恩爱爱的吃了饭。萧明玄便伺候着他家夫人去沐浴，从里到外，从身到心的洗了个遍。随后抱着昏睡过去的洛九黎，进了布置典雅舒适的卧房里。2个人一起躺在床上，一双铁臂把他紧紧揽在怀里，忍不住又亲了口他白嫩的脖子，这才带着笑意闭眼安眠。这一觉，洛九黎睡得昏天暗地。时辰已经不早了，咱们当真不用叫醒主子吗？主子已经错过了早膳。洛九黎一听到这句话，猛然间睁开眼睛，寝室里有股淡淡的香气徐徐飘来，是安神香，难怪他睡得这么沉。主子离开之时是吩咐让主子多睡会儿，可是咱们这也不知道多睡会儿是要到什么时辰啊。南星、南竹正在外间说话的2人一听到声音，眼睛一亮，快步跑了过来。主子，你醒了。南星，我饿了，属下马上去。南竹，你伺候主子洗漱。说完，快步出了屋子。主子的吃食，即便是司离墨的人端上来的，他也要提前用银针探查一遍，确保所有的吃食都是安全的。王爷呢？是去找司离墨了吗？主上昨晚后半夜就去了离墨公子的书房，天不亮的时候带着离墨公子出了门。主上命属下在此等主子醒来，并让属下告诉主子，主上今天要带主子去马场。马场具体是怎么回事，属下也不清楚。王爷去了哪儿也没说吗？主上说会赶回来陪主子吃早饭。我都饿了，才不等他。洛九黎说着，刚要起身，便听到外间传来脚步声。你不等我，我便等你。夫人精神可好啊？萧明玄走过去，揽过洛九黎的腰肢，一侧，南竹低头退了出去。为什么要给我点安神香？夫人生气了。萧明玄搂紧他，把头埋进他白皙的脖颈间，深深地吸着他身上的馨香，来平息自己心中的怒火和戾气。你怎么了？夫君从昨晚到现在半夜未眠，滴水未进，又饿又渴又累。夫人陪我吃了饭，我再和你细说，可好？吃饭。既然他这会儿不想说，想必外面的事要么棘手，要么震怒人心。2人似乎是真的都饿了，一桌子饭菜，最后吃的只剩了点稀粥。南竹说天不亮你就和司离墨出去了。你看看。洛九黎不解的拿过那团皱巴巴的纸，打开一看，这纸上是东周皇室下达给各城各州府的旨意，总结一句话，就是给太子选侧妃、良娣、侍妾，为皇室开枝散叶，命各城各府挑选各色美人，半月之内速速送往上京。武帝这是有意要折辱温雅，既然求了温雅嫁给太子，又闹这么一出，为了什么？这只是表象，是做给外人看的。什么意思？这道圣旨外还有另一道圣旨。另一道圣旨？是另一道圣旨。那道圣旨要求各城各州府送进京的女子皆不许超过15岁，不超15岁那就是还未成年。武帝这个畜生到底想干什么？这些美人儿对外宣称是给太子选侧妃、良娣、侍妾，实则真正的用途是用来给武帝炼丹，用处子之血炼长生不老丹。这个衣冠禽兽、无耻之徒、涉鼠成狐、牛鬼蛇神、人面兽心的畜生。
是，就这种惨无人道的君王，老天爷怎么不下一道雷劈死他？那黑白无常是吃干饭的，怎么不勾了他去？萧明玄见他反应这么大，忙连声安慰，唯恐把他气坏了，又懊恼自己干嘛告诉他这些，平白让他生气。东周皇城内不是有祭祀殿吗？祭祀殿里不是有大祭司吗？这种事，祭祀殿竟然没有反对。如今的祭祀殿如何能跟从前的祭祀殿相比？何况自宫变后，问天宫都在武帝的掌控之下，就连现在的问天宫公主都是武帝的爪牙。你认为祭祀殿的大祭司还有多少能自己做主的权利？而且上京传来的消息说，武帝决定炼丹，是因为有一个得宠的后妃给武帝引荐了一位道长，那位道长仅用2颗丹药就令武帝龙精虎猛。也正是因此，武帝对那道长偏听偏信，对那后妃也是宠爱无度。哼，后妃争宠，却要这么多少女丧命，看来武帝的气运尽了。夫君何不趁此机会加快步伐？我正有此意，已经进入到了东周境内，不需要日夜兼程了。这次出门，萧明玄没有让他骑马，还是那辆宽大的马车停在后巷。实在是前些日子，他眼看着他眼底渐渐起了乌青，心疼的不得了。这次无论如何以他身体为重。可是夫人放心，每一步呀皆在谋划当中，便是加快脚步，也要一步一步来。何况东周之事乱局已定。咱们现在去哪儿？马场。你昨天可没有和我说你在东周还有马场？是因为我想给你个惊喜。什么惊喜？到了就知道了。骆九离下马车时，映入眼帘的便是这里的所有一切都披上了一层绿色的植被，绿地上面涌动着一群群数不清的骏马奔腾。真美，的确很美。这里不像允心谷，允心谷的草甸是群山环绕的盆地，而这里是一望无际的草原。我不是说这个很美，我是说这草原中饲养的战马很美，让整个草原折射出惊心动魄的美感。而且这些战马足够装备天下任何一支精骑军队。再加上允心谷内骁骑右卫那200骑兵，萧明玄听他如此一说，抬起手，嘴里发出清冽的哨声。远远的马群里，一道红色的身影，手里牵着一匹枣红色的小马驹飞驰而来。那红色的身影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。当飞至眼前时，表嫂，好久不见呀，可有想我？邢夕颜，邢夕颜，你给我闭嘴！表哥，这肥醋你也吃啊？表嫂，你可要为我做主啊！表哥，邢夕颜，表哥，你玩真的呀？你该庆幸没有碰到你表嫂。我是你表弟，也是表嫂的表弟，你对我吃哪门的肥醋啊？你是男人4个字噎得邢夕颜不上不下，半天没有说出话来。骆九离忍不住失笑一声，瞧瞧吧，表嫂都觉得你小题大做了。谁说的？你表哥说的对，你是男人，男女授受不亲。如果哪天有个自称表妹的女人要去抱你表哥，我可能比你表哥还要忍不住，恐怕会一把毒药毒死他。表嫂，你什么你？我是你表哥的夫人，你表哥是我的夫君，他爱吃醋，我爱善妒，我们俩绝配。邢夕颜都被骆九离这个言论惊了，善妒都能被他说的这样清新脱俗。发什么呆？本王让你准备的礼物呢？喏，表嫂，这是表哥让我给表嫂提前半年就准备下的礼物。给我的，给我的。对，给你的，喜欢吗？这匹马驹的父亲可是这片草原的马王。哇，来头不小呢。他有名字吗？没有，等着表嫂给他起个名字。对，夫人给他取个名字吧。他一身枣红，就叫红英吧。红英，我是你的主人。红英哼哧哼哧的嚎了下蹄子，可惜啊，这一路不能带着他。不用担心，把他留在马场，待我们安定下来，便能随时可以过来了。表哥，表嫂这是要走吗？温雅公主的核心车轮已经出了长宁王朝，我和你表嫂要赶过去。至于马场，这些战马可以准备起来了。表哥决定了吗？大概需要多久？最晚4个月。4个月。邢夕颜看着远处千军万马奔腾时，带起惊雷般滚滚的沉闷声，像是脚下整片大地都在震颤。表哥放心，4个月后征伐东周，天子之军必做的战无不胜，无坚不摧。天子之军，看来邢夕颜早就知道萧明玄的身份了。他和萧明玄并无逗留的打算，很快原路返回。那邢夕颜是什么时候知道你身份的？5年前我回京受封，邢夕颜因为继承邢家基业，与邢家那些兄弟们正斗得鱼死网破的时候，我选择了保他。萧明玄说的风轻云淡，甚至只是短短2句话，但骆九离能听得出来，大家族里的争斗惨烈程度从来都是不择手段的，尤其是那种后宅女人多儿孙多的家族，堪比九龙夺嫡。出了晋城，易了容的司离墨恭送萧明玄和骆九离离开。相比起白天艳阳高照，夜间赶路显然要凉快得多，加上速度走上一夜，待天明在下一站休息，这是骆九离和萧明玄商量好的计划。只是计划赶不上变化。5日后的午后，秦隐接到了飞鸽传书，主上。秦隐把竹筒递进了马车里，而骆九离正枕着他的腿闭目养神。萧明玄唯恐秦隐扰了骆九离，忙做了个噤声的动作，低头间便看到那双明眸善睐的眼睛看他。怕你吵醒了。我本也没睡时，谁来的飞鸽传书？司离墨。话音落，脸色顿时一变。怎么了？淮安郡王的嫡子外出围猎时遭遇刺客，致使双目失明。淮安郡王是谁？是当年宫变后武帝唯一没有斩杀的一位将军。他是武帝的人，还是他叛变了？
都不是。淮安郡王名叫杜淮安，当年东周西北边疆大乱，他和他父亲都尉老将军上阵父子兵，不但平了西北的乱匪，更是自带500死士，勇闯敌军营帐，斩杀了敌军将领首级，令西北方的几个彪悍的游牧族闻风丧胆。便是如今，也是靠着他们父子的威名震慑。如果没有了杜预和杜淮安父子，西北边疆将永无宁日。正是因此，武帝不得已才没有斩杀他，而是给了他淮安郡王的封号，让他杜家子孙一辈子镇守西北偏关，不得止，不许回京。夫君的意思是，这个杜淮安与上京中的那些将军世子不相同？对，父皇在位时对他们父子颇为看重，甚至还曾想把三皇姐嫁给杜淮安。只是后来发生了宫变，等杜淮安和他父亲返回京城时，武帝已经登基了。夫君觉得这个杜淮安是可拉拢之人？武帝十分忌惮淮安郡王，却又不能像对付其他冥顽不灵的官员一样去解决他们，只好一边虚与委蛇，一边暗中培养自己的心腹大将。近几年好不容易培养出了几个得用的将领，他便迫不及待的想要出手对付淮安郡王，却都被淮安郡王轻松破解了。有没有可能淮安郡王家的嫡子双目失明是武帝的手笔？现在还不得而知。要不咱们去边关朝，也许那淮安郡王嫡子的眼睛我能治。当真能治？我要先去看看，如果只是眼角膜损伤，没有伤害到眼球，便能有医治的可能。好，那就去边关城。边关城，淮安郡王家嫡子杜荣景惨遭刺客，致使双目失明，请了多少大夫都束手无策。杜家上下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，个个焦灼难安。老郡王杜预甚至不惜以1000两黄金的诊金，下令遍寻天下名医，承诺只要治好孙子的眼睛，还可许诺对方2个要求。一时间，多少自诩医术高超的名医纷纷上门一试，最终却无一人能诊治杜荣景的眼睛。走吧。你们是什么人？淮安王府不是寻常人随意来的地方，请2位速速离开。我是医者，我有办法治好杜世子的眼疾。什么？你能治？你可知道这小半个多月来，你们是第65个说能治好我家世子爷眼疾的骗子了。骗，都是一群骗子，给了世子爷希望，最后混吃骗喝几天，依旧无能为力，转身离开，却让满府上下骤然得到的希望顿时落空。可恶，可恨！老郡王不惜以1000两黄金的诊金下令遍寻天下名医，就是为了治好世子的眼疾。可真正能治好世子眼疾的人，天下间除了我，没有第2个。你确定不让我进府？当然，若是因为你的阻拦而耽误了给世子诊治，我没有任何损失，而你就算是以死谢罪，恐怕也赔不起。是小的有眼不识泰山，2位稍等，小的马上进府禀报。那侍卫赶忙转身进去禀报。前后大概不到半盏茶的时候，侍卫匆匆返身回来。徐管家，就是他们说能治好世子爷的眼疾。2位公子，你们真能医治世子爷的眼疾？能不能诊治，试试不就知道了。2位，请随我来。身为淮安王府的管家，他看得出来，那头戴面具的男子眉眼泛着天生的寒凉，周身遍布着清冷疏离的气息。那种气息，他在王爷和世子爷身上皆看到过。而这样一个气场强大的男子，竟护在了那个白衣少年的身后。不知该如何称呼2位？我叫黎洛，这位9公子。请黎公子和9公子稍等片刻，我这就去请我家王爷出来。说着又命侍女奉茶招待，这才退了出去。不多时，徐管家返回，他身侧跟着一位身穿玄色锦袍的男人。这个男人不是别人，正是这府里的主子杜淮安。听管家说，你能医治世子的眼睛？既然我们敢登门，定然是有把握的。你可知这话？本王已经听了半月有余，每个登门的医者都曾经如黎公子这样信誓旦旦过。若我和王爷说世子爷的眼疾，这世上除了我，不会有第2个人能医治，王爷可信？若你真能医治好世子的眼睛，本王不但会有重谢，你还会成为我淮安王府的恩人。如若不能，口说无凭。什么？我要能证明王爷身份的物件，就是那种拿出来任何人都知道这是淮安王的东西。这位黎公子口气大，胆量也是大的没边了。要本王的东西，黎公子，你倒是真的敢。王爷可以拒绝。杜淮安眉眼微沉，不发一语的盯着他看了半晌。不知2位小兄弟是什么人啊？我们是什么人，王爷不必知道。我们能医治世子的眼疾，报酬就是方才说的条件，以及淮安王府的2个承诺。若淮安王觉得这个交易不划算，在下不勉强。说罢，便要起身离开。等等，这是本王之物，也是本王的承诺，更是淮安王府的承诺。好。萧明玄先一步接过玉珏，别的男人的物件怎可让自己的夫人去见？本王先带黎公子去看看荣景，若黎公子真能医治荣景的眼睛，还请尽早。杜荣景是他淮安王府唯一的嫡子，也是他最看重的儿
儿子。这半个多月来，因为双目失明，精神已经几近崩溃。不知李公子和九公子是哪国人？我们的来历，待为世子医治好眼疾，王爷自会知道。王爷，如今医治好世子的眼疾最要紧，至于其他的，来日方长。一句来日方长，让杜怀安心思微深，他一路没再说话。世子情况如何了？一直坐在屋子，就连晚饭都没有动过一下。李公子、九公子，请进。骆九离点了点头，萧明玄跟在他身后，二人跟着杜怀安一道往屋子里走去。只见窗边一年轻20左右的男子，一袭天青色青袍，眼睛蒙着长长的绸缎布条。端出去吧，我不饿。世子爷，是王爷来了，王爷给世子爷请来了一位名医呀。不必了，这半个月来了多少名医，到最后不全是一句无能为力便离开了吗？我的眼睛恐怕这辈子再也不会好了。景儿，父王，听说有大夫来给大哥诊治眼睛，儿子和真儿特意过来看看，不知是否有需要帮忙的地方。话音落，杜怀安和骆九离、萧明玄三人同时转身朝外看去。这时，一个年轻而斯文的男人身后跟着一个少女走了进来，而他身后原本被二哥拉过来百般不情愿的少女，在看到眼前那一身白衣、温润如玉、清雅如竹的少年时，突然变成了羞怯的神情。这是本王的次子杜容易，这是本王的次女杜红珍。原来是二公子、二小姐。不过王爷，在给世子医治期间，我还是希望不要有太多人打扰，以免影响治疗。如若有人像今天这样随意打扰到我的脾气倒还好说，只是我家九公子恐怕就没那么好说话了。这位公子话说的好生威风，仗着自己能医治大哥的眼睛，竟然这么不把我父王放在眼里，我都开始怀疑这位公子是真有本事，还是和之前那些医者一样，只是为了混吃混喝。容易闭嘴，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父王，我出去。父王，我和二哥，你也出去。怀安王冷斥了一声，随即给徐管家递了个眼色。徐管家心领神会，上前躬身。二公子、二小姐，请吧。那兄妹二人脸上一阵青白交错之后，是。待那兄妹二人离开，容易莽撞，是本王教子无方，还请李公子和九公子不要放在心上。我先给世子检查一下眼睛。如此甚好，荣景，让李公子给你诊治一下眼睛。父王，虽然看不到，但杜荣景还是微微垂手行礼。父王当真觉得孩儿的眼睛能医治好吗？李公子不同，让李公子给你看看。好，有劳李公子了。他淡淡行了一礼，便由着丫鬟搀扶躺在床上。王爷，我刚刚说过，医治期间最好不要打扰我，所以这屋子的婢女、下人还请王爷遣出去吧。淮安王一听，看了眼坐在一旁的杜荣景，随即便把屋内所有婢女、下人全部遣了出去。骆九离轻柔地解下长长的绸缎布条，布条一打开，杜荣景的整个身体似乎都紧绷了起来。杜世子不必紧张，我只是先前期检查一下。我的眼睛无论能不能治好，淮安王府绝对不会为难李公子。杜公子是不放心我的医术吗？放心，我和那些医者不一样。一问一答间，骆九离已经检查完了，差一点，就差一点，他这种眼睛就废了。骆九离心里暗暗松了口气，这才站直身体。身后的萧明玄上前，眼神无声地看向他。骆九离冲着萧明玄点点头。躺在床上的杜荣景尤其紧张，等待着骆九离的宣判。李公子，我儿的眼疾，世子的眼睛是眼外皮肤破裂，伤及到了眼角膜，所以才会暂时失明。只要找到一个健康合适的供体，进行角膜移植手术，杜世子很快就能重见光明。李公子，你说荣景的眼睛有救？有救。如若没救，我又怎么敢登门王府？不过找到健康又合适的供体有些难度，便是找到了，也不能同时更换眼角膜，避免双眼共同感染的风险。李公子，何为供体？供体通俗讲就是将濒死之人的眼角膜移到你的眼睛里。你们不要问眼角膜是什么，那属于医学范畴，给你们讲你们也不明白。总之一句话，想要世子重见光明，只有眼角膜移植手术。李公子，我知道这种医治手段会触及某些思想及礼教规矩，但这唯一的办法，如果王爷不……就按李公子说的办法办。一个满头银发、年过花甲的老人，长长的胡须半垂着，人虽老，看人的目光却炯炯有神。父亲，景儿不要起来，快坐下。老夫刚从外面回来，便听到管家说有名医登门，并非老夫故意偷听。老将军言重了。不知李公子可有亲自为荣景这样的眼疾患者治疗过吗？治过啊，移植眼角膜对我来说只是个小手术。若劳烦李公子为景荣治疗的话，他的双眼多久能看见？我刚才说过，不能同时更换眼角膜，避免双眼共同感染的风险。更换一只眼睛需要3到5天，两只大概10天左右。李公子，若治疗成功了，荣景的眼睛以后会复发吗？
无论是术后早期还是术后中晚期，只要杜世子按照我说的做，按时吃药，按时消炎，注意眼睛卫生，不要用眼过度劳累，保持心情愉悦，就基本不会。好，如此甚好。多谢李公子，李公子至眼之恩，荣景铭记于心。杜世子现在说多谢为时过早，待你重见光明的日再来谢我。淮安呐，快派人去风清阁给二位准备出院子。是，儿子亲自去安排。淮安王快步走出屋子，老郡王目光似有意无意地看向萧明玄，尤其是看到他面具背后的那双眼睛时，突然愣了一下。像，太像了，这是20多年来看到最像那人的一双眼睛。这位便是九公子吗？正是在下。九公子的眼睛像极了老夫的一位故人。世间人千千万万，相似之人也不在少数。九公子说的是啊，不知九公子今年多大？20有6。老郡王心里咯噔一下，但还是死死摁住心里的怀疑。老夫还有个孙女，年方15，不知九公子成亲了没有？一旁洛九离机不可见地挑了下眉梢，萧明玄默然不动声色地看了一眼面前的洛九离。我已成亲，家有恩爱妻子，而且此生唯爱我妻子一人。哦，已经娶妻了。这个老狐狸，我救他孙子，他竟敢撬我墙角。老将军，为杜世子医治的人是我，老将军有点厚此薄彼，怎的就逮住我这兄弟了？倒是老夫不周了，不知黎公子可有婚配呀？若黎公子成为了我淮安王府的上门女婿，那便是自己人了。不要说是淮安王府的家产，便是黎公子这一身精湛的医术，封个官儿也不是什么难事儿。老将军说您厚此薄彼还真没说错，怎的到我兄弟那儿是娶，到我这儿就入赘了？这就说明老夫更看重黎公子啊。哼，可惜啊。难道黎公子也娶妻了？这女人也不看看面前的人是谁，她还斗上瘾了。在下没娶妻，不过在下家里也有4房通房3房小妾，只怕不太符合老将军的期待。萧明玄嘴角抽得更厉害了，手痒得想打他的屁股。敢问黎公子今年多大？18。18岁就有了7房妾室，黎公子好福气呀！洛九离不置可否，一双黑白分明的眸子里染着3分的像。祖父，黎公子和九公子一路肯定舟车劳顿，还是让他们先休息吧。也好，你亲自送黎公子和九公子回清风阁，一会儿我让厨下多做些边关城的吃食，为二位接风洗尘。老将军好意我们心领了，如世子所说，我们一路舟车劳顿，现在只想回屋睡个好觉。也罢，那就先让人给二位公子准备晚膳，送入清风阁。吃了饭，二位休息一晚，明日老夫再宴请二位。萧明玄和洛九离这才转身，跟着那侍从去了清风阁。清风阁就在御景园隔壁，徐管家特意指派了2个丫鬟过来服侍，只留1个吧，屋里不需要你服侍。这院子也最好不要让不相关的人随意进来。是。小月沏了茶端了过来，微微俯身便退了出去。4房通房3房小妾，洛九离笑着伸手摘下他的面具。我不是为了气那杜老将军吗？我辛辛苦苦救他孙子，他倒好，还想撬我的墙角。我的夫人吃醋了。当然，不爱吃醋的夫人不是好夫人。那我的回答夫人可满意啊？满意，非常满意。那夫人奖励我什么？奖励玄哥哥。那一瞬间，萧明玄浑身一热，有些绷不住了，眸心翻涌着炙热的色泽。还要不要再说一遍，玄哥哥？萧明玄突然体会到了什么叫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。可惜啊，他还没吃饭，这会儿又是在淮安王府，可肉吃不到，总能喝点汤。掐着他的腰，携着欲火攻进了他的嘴里，狠狠地纠缠住他。许久，在洛九离快要喘不过气来时，他才放开了他。明日再遇到那个杜红珍，离他远远的。我知道，只是个15岁的小姑娘，不必在意。这几日可以旁敲侧击，看看淮安王对如今武帝的态度。我心里有数。不过，我看杜老将军看到你时的眼神，还有他说的一位故人，想必应该是你父皇。也许是。
李公子、九公子，晚饭送过来，摆在哪里呀？摆在外间，我们马上出去。是。晚饭很丰富，几乎全是边关城的吃食，当然大部分以肉食为主，没有人在跟前服侍，两个人吃的也很随意。不过让萧明玄有些诧异的是，他家夫人这几日的饭量与日俱增。夫人，你这几日饮食与以往都不同了，长途跋涉耗费体力，当然吃得多了。对不起，让你跟着我受苦了，慢点吃，这还有呢。酒足饭饱后，两个人消了食，便返回了屋里。父亲，那位李公子和九公子听口音不像东周人，在荣景的眼睛没有恢复之前，不要派人去查。父亲，那二人用的绝非真实姓名，如若他们是武帝的，不会，这二人金贵清高，绝不会对武帝颔首低眉、卑躬屈膝。何况他们和你可说过那1000两黄金的枕巾。关于枕巾，他们竟只字未提。他们对枕巾只字未提，却要了你的玉珏。那下一步是什么？不要忘了，我承诺过，只要谁能治好荣景的眼睛，还可许诺对方2个要求。父亲的意思，他们是为了父亲那2个要求来的？也许还不止。老郡王闭上眼睛，脑子里想起那头戴面具男子的双眼，像极了曾经的那位故人。淮安呐，你可记得当年宫变时，我们回京后听到的那个传闻？传闻？当年他们在边关城听到宫变的消息后，连夜返京，听到京城传闻，圣文皇尚在襁褓中的第6子，在宫变那夜后消失了。确切的说，应该是被别人救走了。空气仿佛瞬间凝固。父亲的意思是，那个传闻不只是传闻，而是真的。这件事不要和任何人说，包括你后院的那2个女人。是，儿子明白。父亲，还有一事，京中圣旨已下，武帝以为太子选侧妃使妾为由，让各地征送年满不足15的少女。咱们边关城也接到了圣旨。如今朝廷腐败的就像是个4面漏风的筛子，从上到下，从君王到地方官员，全都烂了，烂透了。好好的东周王朝日暮西山喽。父亲，东周乱局已定，只是时间关系。如若到那时，我们淮安现在当务之急是把荣景的眼睛治好。至于东周乱局，记住，枪打出头鸟，刀砍地头蛇。儿子知道了。去死牢看看有合适的供体吗？一旦有选中的，就去安排。是，儿子告退。杜淮安行了礼，退了出去。一早上起来，二人穿戴整齐，洗漱完，徐管家便来请他们去花厅用膳。二人起身往外走去，才出了院子，便看到一个少女站在青石板路上。二小姐，李公子，我是来请公子去花厅用膳。身后，萧明玄的拳头攥得咯吱咯吱作响。这种小事自然会有人来知会，就不必劳动二小姐了。何况昨日本公子已经跟老将军说过，本公子家中有4房通房，3房小妾，本公子力不从心，打扰公子了。说完，低着头快步离开。徐管家都傻了，他能想象到李公子会拒绝二小姐，只是这拒绝的话太过，他不知该如何形容。李公子还真是把自己太当一回事了，这铺摆的也未免太大了些。喜不喜欢暂且不说，可李公子气得我小妹哭着离开，绝非君子所为。骆九离和萧明玄同时转头看去。二公子，李公子和九公子是王府的贵客，二公子还是贵客就能欺负我妹妹？就算你真能医治大哥的眼睛，可我淮安王府也给了你1000两黄金作为枕巾，也不是白让你救的人。何况你现在还没有真正救治我大哥呢，却如此高高在上的态度对待我淮安王府的二小姐，我都怀疑你真是济世救人的大夫吗？还是空有浪得虚名的假货呀？徐管家，麻烦去跟老将军和王爷说一声，本公子没胃口，请他们自便。说着转身离开。萧明玄也是浑身散发着冷寒，转身不发一语的跟在骆九离身后。徐管家都傻了，这个时候他哪里敢当个，就连去看躺在地上的二公子都不看了，转身急匆匆往花厅赶去。被一脚踹飞的杜容易脸上却露出了几分诡异的微笑。清风阁内，骆九离和萧明玄一前一后的进了屋。这个王八蛋的杜容易，他就是不想让我治好他大哥的眼睛，这样卑劣的伎俩，还真当我看不出来？别生气，为了这样的人气坏了身子，不知道。
淮安王府看来也不如外面看到的那么平静。你也察觉出来了？这宫门王府后宅，只要女人多，儿孙多，事情就多。姐妹不睦，兄弟戏强，父子成仇。还是我有先见之明啊！此话怎讲？我只爱你一人，我的孩子也只能是你生的才行。我这一辈子也只女一人白首，将来我们的孩子都是一母同胞的兄弟姐妹，怎么也不会做出兄弟戏强、姐妹不睦的事情来。所以你说我是不是有先见之明啊？洛九离笑了笑，心里的火气也渐渐烟消云散，正要仰头去看他，便听到院外传来一阵脚步声。二人对视一眼，萧明玄转身坐在主位上。九公子，离公子。随即以老郡王为首，杜淮安在侧，以及徐管家几个人鱼贯而入。老将军是来兴师问罪，还是来负荆请罪？九公子勿气，去把那个不孝子给老夫拎上来。随即杜容易便被侍卫推搡着进了屋。容易鲁莽，老夫代为赔礼，还请九公子和离公子大人有大量，多多包涵。容易赶紧跟九公子和离公子赔礼道歉。祖父，我凭什么要跟他们道歉啊？就因为他们能救治大哥的眼睛吗？祖父，您别被他们给骗了，江湖上那么多大名鼎鼎的医师都无法救治大哥的眼睛，他们年纪轻轻的就能……你给老夫闭嘴！赔礼道歉，祖父照做。除非你不想让李公子救你大哥。不想救大哥吗？说有可能，他的确不想让李公子救那个瞎子。他好恨围猎那日那些刺客怎么就没有杀了杜荣景。杜容易脸色阴沉，动作僵硬地跪在萧明玄和洛九离身前。第一眼的眼底划过阴鸷的光芒。二公子不是真心实意的道歉，说出口何用？黎洛他是故意的，他不接受道歉，却早不说晚不说，故意让他出丑，让祖父甩他巴掌，甚至故意让他屈辱的跪下。萧明玄一看，他竟然还敢瞪着洛九离。上座，洛九离纹丝不动，甚至面无表情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，自然也把老郡王的疾言厉色看在了眼里。老将军，听说王爷找到了为世子换眼的供体。老郡王眼中划过一抹讶异，他昨晚让淮安悄无声息地去死牢找供体，除了几个亲信无人知道。而这位黎公子，既然供体找到了，那就带我去看看吧。若没有太大问题，明日就能为世子换眼。好，有劳黎公子了。院外有侍从早已经带走了杜容易，又有丫鬟端上了各色早餐。二人吃了早餐，便随着老郡王去了后院柴房。洛九离知道，凭着淮安王府想要找到移植眼角膜的供体非常容易，只是没想到洛九离看着柴房内3个昏迷不醒、穿着囚衣的供体，还是下意识地抽了抽嘴角。李公子放心，这3人都是死牢里罪大恶极的囚犯，大家结社，欺男霸女，每个人手里都有人命官司。洛九离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。府外的秦音几人早已送进了消息，这淮安王倒是没有说谎。洛九离对那3个人的角膜检测了一下，最后挑选了1人，又嘱咐了明日所需要的东西，便和萧明玄返回了清风阁。一整个下午，洛九离都在屋内准备明日手术用的器具和药品。萧明玄外出了一趟，直到申时才回来。回来了。好，都准备妥当了。只要没有外在阻力，明日杜荣景至少能恢复1只眼睛。有劳你了。傻瓜，待杜荣景恢复1只眼睛后，便是你与他们摊牌之时。到那时，端看淮安王和老郡王如何选择。第2日如约而至，御景院内，洛九离把所有人遣出屋子，只留萧明玄1人守在外间。寝室的屋内，2张床上并排躺着2人。他先给那个供体全麻，取出1只好的眼角膜，随即又给杜荣景全麻，切除病变的角膜后，再植入好新的角膜。整个手术持续了近3个时辰，时间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。当洛九离从屋里出来时，萧明玄是第一次见到他脸色这么差。你怎么了？是身体不舒服还是？不是，就是站的时间有点长，做这种手术需要聚精会神，一点不能有失误，有些劳神。我回去好好睡一觉就好了。萧明玄心疼地扶着他，2人出了屋子。黎公子，我孙儿。老将军放心，世子爷已经换完了1只眼，按照之前我嘱咐的，好生看护。3日后我再来给换另1只眼。黎公子为世子换眼，心神耗费巨大，我现在要带黎公子回屋歇着。多谢黎公子，快，徐管家送2位公子回清风阁。老大媳妇儿让厨下炖人参燕窝给黎公子送去。是。老郡王口中的老大媳妇儿正是杜荣景的母妃，只要他儿子能恢复光明，别说人参燕窝，就是把府里库房的所有珍稀药材送过去，又有何难？洛九离这一睡，整整睡了大半日。他醒来第1眼，便看到红着眼的萧明玄拉着他的手，眼神缱绻又动容。夫君怎么这副表情？面具呢？为何不戴？放心，南竹他们在屋外守着，你怎么不告诉我？告诉你什么？你有身孕了，为何不告诉我？还要跟着我风餐露宿，长途跋涉，你有没有当我是你的夫君？是你最信任的人啊！
我没有不信任你，从决定嫁给你的那天开始，我就把全副身心都交给了你，包括身体，包括信任，包括我的全部。关于有孕的事，我不是故意不告诉你，只是想陪在你身边，想解决了边关城这件大事再告诉。傻瓜，如果你和孩子出事怎么办？你有没有想过我怎么办？我会疯掉的。洛九离哑然，没料到他的反应竟然这么大。他从来都是强悍冷峻的男子，率领千军万马征战沙场，与京城权贵明争暗斗，没能让他变色。此时却因为他肚子里怀着孩子而红了眼眶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回见你睡了大半日，怎么叫也叫不醒，吓坏了，便给男主和南星传信，让他们找个大夫进府。未曾想，你可知，等我得知这个消息，又惊又喜又怒又害怕，这里面有了我们的孩子。可是我，夫君，洛九离知道这次是自己有些顾虑不周了。我有身孕，夫君是高兴还是不高兴？当然高兴了，高兴的都不敢相信了。既然高兴，能不能原谅我这次的鲁莽？下次一定第一个告诉夫君。何况我是医生，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知道，没那么娇嫩。你刚才说下次？夫君，我饿了，我去让人准备。说着，快速出了屋子，等门关上，又快速折返到了洛九离身边。洛九离坐起身，你小心点儿。我听说呀，很多妇人有孕都会出现厌食、嗜睡、呕吐等症状，但是夫人除了嗜睡，似乎都没有这些反应啊。也正因如此，他稀里糊涂竟然丝毫没有察觉。每个人体质不同，反应也不同。有体质虚弱的孕妇，整个孕期都在吐；有体质好的孕妇，整个孕期除了大肚子都不会有任何感觉。所以因人而异。我当初知道自己可能有孕的时候，是察觉自己的饭量越来越大。洛九离自己都有些哭笑不得，别人是吐他是吃，说明咱们的孩子是个疼娘亲的，确实辛苦你了。以后夫君要时刻陪伴在我的左右，因为有了这个宝宝，我们以后就再也不能分开了。宝宝需要爹，也需要娘。好，不分开，永远都不分开。他决定了，今日后他要与他形影不离。至于他的计划，也要改变一下了。公子，饭菜备好了，端进来。是。不多时，外间的屋子上摆了满满一大桌子。这一顿饭，萧明玄几乎没吃，全都在一脸嗤笑的看着洛九离吃。酸的一旁的南珠和南星简直没眼看。一连2日，萧明玄都陪着洛九离在清风阁，任何人来都以离公子精神不佳为由打发走了。这可是吓坏了老郡王和淮安王一干人。淮安王妃更是流水的补膳送进了清风阁，毕竟他儿子还有一只眼瞎着呢，还要仰仗离公子呢。终于在第3日午后，老郡王和淮安王来到了清风阁。主子，老郡王和淮安王来了，今日正是时候。也好，咱们一同前去。不，我的身份暂时还是保密，毕竟你是东周血脉，而我却是实打实的长宁王朝人。老郡王和淮安王有钱有人，又不是他养起来的私兵，有些事他在跟前反而多有掣肘。可是放心，这里是淮安王府，外面又有南竹和南星，哪个不长眼的敢老虎嘴里拔麻？夫君安心去，我就在屋里等你。不要出去，在这等我回来。洛九离笑了笑，目送他出了门。九公子，不知离公子身体可是好些了？离公子身体尚可，但精神不佳。看来离公子身体是否尚可，精神是否不佳，取决于他们父子的态度。九公子，还请九公子一步。老将军请，淮安王请。3人并行出了院子。娘，无论如何不能让他好起来。容易真的要这样吗？你祖父和父亲似乎怀疑。娘，没有证据，他们也只是怀疑。何况那些人也不是咱们的人，即便被生擒活捉，与咱们又有什么关系啊？他不过就是递了信而已。一整个下午，洛九离就这么安静地坐在窗前，清冷的眉眼泛着沉静之色，面上窥不出一点情绪，让人无从知道他心里在想着什么。而门外，南珠和南星安安静静地一左一右站着，如同一个沉默的影子，直到太阳渐渐西移，外面渐渐落下黑幕。南珠，主子爷还没有回来吗？主子放心，不会有事的，有莫寒和秦武跟着爷呢。洛九离默然，心里稍安。忽的一道尖锐的破风声划破夜空。主子，南星浑身的神经根根绷起，以身护住洛九离，把人拉进了屋内。与此同时，南星身姿如鬼魅般腾空而起。洛九离只觉眼前一花，尚未看清发生了何事，耳膜里就钻入了一道痛苦的闷哼。是刺客。那2个刺客来袭的时候，淮王府外也已经传来了短兵相接的厮杀声。只是话音落，忽的10几支带着火球的弓箭从天而降。主子小心！那火球沾了油，这些刺客是来刺杀我的。南竹和南星一听，护着洛九离从后窗飞跃而出，而与老郡王疾步跑来的萧明玄一见到清风阁着了火，目眦欲裂，就要往里冲。殿下不能进去，有那2个侍卫护着，离公子不会有事儿。九公子，萧明玄猛然回头，就看到洛九离在南星和南竹的护卫下走了过来。萧明玄快步上前，几乎是下意识的紧紧抱住了洛九离。洛九离见老郡王还在身侧，忙推了他2下，可又发觉他浑身都在轻微颤抖，心有不忍的拍了拍他的后背。
放心。老郡王原也是担心离公子的安危，未曾想刚刚相认的殿下会惊慌失措到这种地步，看向离公子的眼神便多了几分探究。淮安王手持宝剑，疾步走了过来。父亲，殿下，府外的刺客全部伏诛。这次是多少人？共20人，都是死士。倒是舍得下血本，只是这次惊扰到离公子了。无论这背后之人是谁，这次的刺杀，他们的目标是我。老郡王、淮安王觉得是为何？整个淮安王府房屋那么多，怎么偏偏所有刺客都剑指清风阁？荣景围猎遇刺，双目失明，时至今日已经半月有余。这半月下来，从未遇到过刺杀，可今晚就在离公子给荣景换了一只眼的当晚，就遇到了刺杀。殿下，离公子，这件事情本王必会查个水落石出。只是清风阁如今已经不能住人了，还请二位移步去主院。不必，我们就在御景院厢房住一晚。明日一早，我会给世子做第2次换眼手术。老郡王和王爷，与其在这里浪费时间，不如好好去查查究竟是谁要对付本公子，或者说要对杜荣景不利。我猜测，也许有人暗中一直盯着御景院的情况，就是为了防止有人给杜荣景整只眼睛。淮安王府院落何其多，为何这些刺客却能清清楚楚地得知清风阁的位置？又怎知离公子必然是在屋内？来人！立即有2个穿着黑色紧身衣的男子现身，去查这几日府里都有谁私自出府，与何人联系。1日后查不到，你们提头来见。2个黑衣人跪地接旨，随即快速离开。张亮。王爷，重重防护，却还能让刺客潜入进来，本王养了你们那么多侍卫，都是饭桶吗？张廖单膝跪地请罪。今晚起，御景园里里外外再加一重防护。今晚的事情若是再发生第2次，你们就没有留着的必要了。出动了20名死士，足见那人杀人之心强烈，已经到了不惜代价的地步。我本不欲插手这些后宅阴私，但错就错在胆敢动我的人。既如此，就请老郡王、淮安王尽快查清，给我一个交代。一旁骆九离无奈，他怎么出口就这么直接，如此便挑明了。还请2位深思，如若杜荣景死了，谁是最大的受益者？这句话简直比萧明玄的话还直接。叶生啊，走吧。说完，与骆九离进了御景院。父亲，荣景是他的嫡子，是他和父亲最寄予厚望的世子。如若这件事不能解决圆满，那么荣景头顶就永远悬着一把利剑。老郡王抬手示意他不必说话，然后带着满腔的阴沉冷怒，转身往后院走去。淮安王心里一沉，也追了上去。御景院侧厢房内有早就准备好的客房，一进入到屋内，萧明玄便抱起骆九离，忙把他放在床上。有没有受伤？肚子可有不舒服？我没事，好在府外的暗卫和淮安王府的侍卫发现的及时，也有男星和男主相护。怎么样了？我听老郡王叫你殿下。萧明玄点点头，伸手摘下面具。我以为会费一番功夫，倒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。当年忠于我父皇的老人，唯剩下老郡王一人。我摘下面具后，他竟一眼便认出了我。殿下长相随母，但那双眼睛却像极了圣文皇。这是当时在书房，老郡王震惊于面具下的他而说出的一句话。老郡王是个心系家国的人，要不然他也不会在这边关城一戍边就是大半辈子。再加上武将重诺，那杜荣景又是淮安王府唯一的嫡世子，老郡王会点头答应，也是早晚的事。何况如今的东周再也不是之前的东周了，一个烂到了骨子里的王朝，一个残暴无道的君王。但凡有家国天下的将领，也不愿效忠这样的君王。门外，南星端着温水走了进来，萧明玄让他放下水，示意他出去，亲自俯身拧干软巾，拉过骆九离的手，一下一下温柔地为他擦拭干净。斯利莫菲哥传书，温雅的核心车銮已经进入了东周境内。那就告诉老郡王，明日我去给杜荣景换完最后一只眼，咱们便启程去上京。你如今的身体还不适宜长途跋涉，我想让你留在边关城。休想！我自己的身体我清楚，不会有事的。哎，我便知道你不会同意的。知道我不会同意，还多嘴一问，总是要试一试的吗？两人笑闹了2句，便上床安寝。第2日吃了早饭，骆九离便给杜荣景做了第2次眼角膜手术，又留下了术后治疗的药物以及养护眼睛的禁忌等等，事无巨细。至于暗害杜荣景和刺杀骆九离的幕后黑手，骆九离是在离开淮安王府的当日听到萧明玄告诉他的。你是说杜荣义与宫里的那人沆瀣一气？我弟想扶持一个听话的傀儡，而杜荣义正是最合适的人选，只是没想到帮人会杀出我们治好了杜荣景的眼睛。多行不义必自毙。杜荣义如若安心些，以后分家立府，一辈子衣食无忧，在争取个功名前途，也不算白活一场。可偏偏这权势欲望让他蒙了眼。这是老郡王让我送你的。老郡王送我的？什么？打开看看。东珠，这颗东珠可有来历？这颗东珠呀，是当年老郡王在参加宫宴时救了落水的3公主后，母后感激他，亲自摘下冠上的一颗东珠，赏赐于他的。竟然是母后之物，那老郡王岂不是知道了我的身份？你是我的妻，他如若连我妻的身份都不能接受，我又如何敢信任于他？何况你肚子里还有我们的孩子。
夫人希望第一胎是个男孩还是女孩啊？这话应该是我问夫君，希望第一胎是个男孩还是女孩？我希望是男孩。夫君难道也重男轻女吗？傻瓜，第一胎是男孩就是哥哥，哥哥坚强，以后好好培养，长大之后跟我一起保护你。等我们再有个女儿，哥哥还可以保护自己的妹妹。如果第一胎就是个女儿呢？那就让为夫保护你们母女二人。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，只要是他生的，他定用心呵护。马车这一路行进得很慢，到达上京时已经是1个月后了。这什么情况？我看着路边的百姓笑得脸都要僵掉了，一个个明显就是假笑啊，笑得比哭还难看。男主，你去打听打听。是，主子。男主立马转身混入了人群中。不大一会儿，男主回来了。主子，是武帝为了恭贺太子即将大婚，迎娶温雅公主，特意下旨令全城百姓普天同庆。普天同庆？既是普天同庆，也应该是太子大婚之日。如今同庆是为谁？正说着话，马车外传来一阵骚动。骆九龄撩开帘子看过去，求求官爷，放了我家妮子吧，她伤坏了脑子，是个傻子，进不得宫，她还只是个孩子。